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鹏。这个猪板筋呀，不要再总是丢掉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部位。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家常做法。这样做出来的猪板筋吃起来软糯 Q 弹，而且真的是超级的好吃又下饭。最主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可以轻松搞定。好了，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新鲜的猪板筋，这猪板筋是通脊上面一层薄薄的筋状组织。猪板筋它是几乎的没有什么韧性的，吃起来粉粉糯糯 QQ 弹弹的，特别好吃。接下来我们将猪板筋处理一下，将猪板筋放在大一点的盆里面，然后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温水，将其浸泡起来，给它清洗一下，用手给它搓洗一小会，清洗掉上面粘在一起的一些脏东西和杂质。我们将猪板筋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接着把它控水捞出来，然后再往里面继续的添加清水，给它清洗一下。我们经过反复的清洗几遍之后，猪板筋就非常干净了。将猪板筋完全清洗干净以后，给它控干水分，捞出来。接着再把猪板筋放在案板上进行改刀处理一下。用刀将猪板筋上面多余的一些瘦肉切下来去掉，切出来的瘦肉我们另外的炒菜或者是炖汤都可以的。我们将多余的瘦肉切去以后，大家看一下，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板筋了。下一步我们将板筋处理一下，根据板筋的纹路给它分切成几大块，然后再采用逆纹切，将板筋分切成小片。我们在分切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采用逆纹切，将板筋的纹路切断，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加好吃。而且还需要注意，我们尽可能的将它切得厚薄均匀一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在后续蒸制中每一片板筋都可以均匀的成熟和入味。将板筋全部改刀切好后，我们来看一下。大概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全部改刀切好后，我们先把板筋装在大一点的碗里面备用。下一步我们再准备其他材料，准备些许的大蒜，先将去皮的大蒜拍一下，拍过的大蒜它的蒜香味会更加浓郁。最后再将大蒜给它分切成蒜末。蒜末切好后，我们再准备少许的生姜，同样的先把它拍一下，最后再切成姜末。姜末少许就可以了，也不用太多，添加少许的姜末可以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全部切好后，先给它装起来备用。紧接着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小葱，把葱白给它清洗干净以后，改刀切成小葱花。而剩下的葱叶，我们同样的给它切成小葱花，但是给它单独的装起来备用。最后再准备少许的洋姜黑豆豉，一小把就可以了。添加少许的黑豆豉，可以让整道菜的风味更加好吃。我们将黑豆豉简单的切一下，不用切得太碎。切好后和姜葱蒜放在一起。下一步再准备少许的滚油，将小料进行炝香。经过炝香以后，可以更好的激发出小料的香味。炝香以后，接着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生抽，还有蚝油，然后再添加适量的食盐，还有少许的鸡精，再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把调料充分的搅拌均匀。给它持续的搅拌一小会，给它搅拌均匀。就这样，这个酱汁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下一步，我们开始将板筋进行腌制一下。根据板筋的量，
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酱汁，然后再添加少许的白糖和1点鸡精提鲜，再添加适量的食盐，接着再添加生抽1小勺，还有适量的老抽增加颜色。最后再来上些许的胡椒粉，还有1点点的料酒，去腥增香。然后再用手给它抓拌一下，将调味料充分的抓拌均匀。我们给它持续的抓拌1分钟左右，将调味料充分的抓拌至板筋里面。我们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之后，接下来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玉米淀粉，然后再继续的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让每一条板筋都可以均匀的包裹这一层薄薄的淀粉，这也是板筋吃起来更加滑嫩不柴的关键。最后再添加少许的花生油进行封油，然后再继续的用手给它简单的抓拌几下，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了。就这样，到这里板筋已经是腌制完成了。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盘子，将腌制好的板筋均匀的平铺在盘子里面，用手将板筋平铺开，可以让在蒸汽过程中板筋可以均匀的成熟。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蒸制。水开上气以后，将腌制好的板筋放进蒸锅里面，然后再扣上盖子，用大火将板筋大概蒸8分钟左右。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将板筋蒸熟以后，将它取出来，在上面再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然后再淋入少许的滚油，将葱花炝香。就这样，这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豉汁蒸猪板筋就已经制作完成了。白色的猪板筋它蒸熟以后会变成透明状，吃起来粉粉糯糯 QQ 弹弹的，特别的好吃。而且板筋经过这样的腌制过后，真的是超级的下饭的。最重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就算是新手也可以轻松操作。下次呀，切出来的猪板筋不要再丢掉了，改天你就像我这样做，保证你可以多吃3大碗米饭。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那么不妨可以收藏起来，改天也试做一下。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关注我，关注天天香界厨房，我是阿鹏，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听说好多朋友都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来宝了，看来朋友们还是挺想念咱们来宝的哦。来宝和辛巴一切安好，感谢朋友们的挂念。好，睡觉吧啊，睡觉。好，睡觉吧。